男人将自己的私生女带回了家，看到小女孩的肤色后，叔父和他的妻子无比震惊。She is black. She is my blood. But she is black. 因为她是黑人，按家族规矩不能进入他们的家族。男人恳求叔父一家看在血脉的份上，收留他这唯一的骨肉，并能公平对待他。他告诉他们，孩子的母亲已经去世，而自己即将奔赴战场，生死未卜。现在只有他们能帮自己照顾孩子。最后，善良的叔母看着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孩，瞬间心软了。男人临走时告诉女儿自己会永远爱她。他亲吻了女儿，带着万般不舍离去。女孩名叫贝尔。父亲离开后，叔父安德雷和叔母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叔母一生未曾生育，对贝尔视如己出，不仅悉心照料贝尔，还收养了另一个侄女安妮。两个女孩在这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中健康成长，衣食无忧的她们也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。然而，传统观念始终困扰着这个家庭。尽管他和安妮享有一样的待遇，每当庄园里有来客，贝尔便不得不躲在书房里，无法和客人们共进晚餐。这天，安德雷把贝尔带到书房，告诉他一个噩耗：他的父亲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。贝尔悲痛欲绝。然而，很快他得知，父亲在临终前把所有家产都留给了他。此时，安妮安慰他：虽然你失去了父亲，但继承了遗产，拥有了财富，而自己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拒绝承认他的存在，让他一无所有。那天晚上，安德雷在家中设宴招待菲尔曼公爵。餐厅内烛光闪烁，氛围温暖而迷人。安妮与公爵的大公子乔克愉快地交谈着，而贝尔只能孤独地坐在外面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晚餐结束后，客人们陆续进入会客厅。公爵夫人第一次看到贝尔，不由得小声嘀咕 No idea she'd be so black. 话语里充满了各种瞧不起。安德雷却依旧大方地介绍贝尔，尽力缓解尴尬。安妮高兴地对贝尔说，他们家的大儿子乔克继承了家族的大部分财富，而且似乎乔克对自己很感兴趣。然而乔克对贝尔的态度并不友好，目光中充满明显的偏见。相反，乔克的弟弟查理则对贝尔表现出明显的兴趣，他的眼神始终停留在他身上，目不转睛。查理的母亲看到这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她悄然走到查理身边，冷冷地告诉儿子不许和这个黑鬼有任何交流。这时的贝尔不知道的是，叔父安德雷身边有个名叫阿浩的小助理一直在关注着他。阿浩看贝尔的眼神温柔而深邃，眼中没有丝毫的偏见。接着阿浩找到贝尔，告诉他自己和安德雷正在处理一个极其棘手的案件——闻名世界的桑格号事件。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保险欺诈案件。一家船公司为了骗取保险赔偿，冷血地屠杀了132名无辜的黑人劳工，还伪造谎言，称这些劳工在途中因缺乏淡水而感染重病死亡。贝尔听完后震惊不已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解。他晚上一人坐在镜子前，低头看着自己黑黑的皮肤，思绪回荡在阿浩刚才说的那些事上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。那些无辜的生命与他自己的命运，仿佛在一瞬间交织在了一起。他更恨自己的黑皮肤给他带来种种的不公。隔天，贝尔找到阿浩，恳求他一定要将真相公之于众。他渴望看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。然而，当安德雷得知阿浩把案件透露给了贝尔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，立即决定解雇阿浩，还严厉警告他不许再接近贝尔。离开之前，阿浩冷静地对安德雷说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最爱的宝贝养女，却把她藏在角落里，不让她参与任何社交。我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之子，但我敢说出来，你甚至不允许她上桌和别人一起用餐。这种封闭的做法，让她和那些桑格号上的黑人劳工没有什么区别。”安德雷心里清楚，贝尔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尴尬。他深爱着贝尔，可同时也为他的未来担忧。虽说贝尔继承了父亲的不菲家产，但他有黑的皮肤，导致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被排挤在外。上流社会的贵族永远不会娶她，而那些出身低微的家庭又配不上她。为此，安德雷早已决定，如果贝尔终身未嫁，他就把自己的庄园交给他，让他能在这里过上安稳的生活。不久后，费尔曼公爵夫人邀请安妮和贝尔到庄园做客。查理对贝尔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他身上那股忧郁的气质，使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对于这个黑白混血儿的贝尔，查理忍不住询问父亲对他的看法。父亲的回答意味深长：那得看他的遗产有多少。得到了父亲的默许，查理决定全力以赴，开始对贝尔展开猛烈追求。尽管哥哥乔克警告他要顾及声誉，他却并没有理会他。就在一个浪漫的夜晚，他激动地向贝尔表白了。 I am utterly taken with you, Miss Lindsay. 贝尔一时愣住了，但他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拒绝这份感情。就在他们一同欣赏浪漫的烟花时，贝尔再次看到了阿浩，他急忙向阿浩询问关于桑格号案件的进展，还表示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。 Keep up with the zombie. 而这一幕却被安妮看到， Forgive me. 而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，彼此的心已经开始碰撞。没过多久，查理得知了贝尔拥有一笔巨额遗产，便郑重地向他求婚，而叔母也替贝尔高兴，能有名门贵族愿意娶她。贝尔心里虽有些犹豫，可他终究不想一辈子孤单。况且菲尔曼公爵一家社会地位显赫，他明白这场婚姻或许能为自己开启一扇新生活的大门，于是答应了查理的求婚。但他始终关注着桑格号案件的动态。这天，他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：那艘出事的船在航行过程中经过了5个补给站，这直接戳穿了淡水不足的谎言。他满心激动，立刻决定把这个发现告诉阿浩。车夫四处打听，最终在一间咖啡馆找到了阿浩。然而城中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交谈，
他们只得在马车里继续探讨案件细节。贝尔果敢的气质深深打动了阿浩，在送贝尔回家的路上，两人有了更深入的交流。贝尔忍不住向阿浩倾诉，为什么那些没有嫁妆和遗产的女人就得依赖男人来改变命运？我虽拥有财富，却还是被各种规矩束缚着。他还告诉阿浩，自己答应查理的求婚并非出于爱情，只是因为查理不嫌弃他。阿浩听后沉默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温柔地劝道，婚姻不只是为了摆脱孤单，更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。你做决定前要多去了解查理。与此同时，查理的哥哥乔克一直对这桩婚事不满。一次外出游玩时，他找到机会羞辱贝尔，言辞中满是轻蔑，还说自己不会和他那个穷鬼姐姐交往了。贝尔听了怒火中烧，正准备反驳，不经意间却看见查理和一位年轻女人打情骂俏，他的内心瞬间如遭雷击。贝尔本想上前质问查理，却被乔克一把抓住手臂。他粗暴的举动让贝尔愣在原地，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心爱慕乔克的表姐，心中充满不安与无奈。他不想看到表姐嫁进这样一个家庭，便决定把乔克的无理与没教养告诉安妮。可没想到安妮却误解了他的好意。安妮认为贝尔是出于嫉妒，才不希望自己嫁入豪门，于是毫不留情的反击，甚至责骂贝尔身份低微。这一场争执彻底撕裂了姐妹之间的感情。面对这一切，贝尔更加坚定了取消订婚的决心。他庆幸自己还没和那个渣男成婚。然而他与阿浩私下见面的事情被叔父安德雷发现了。安德雷大发雷霆，斥责阿浩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阿浩毫不退缩，愤怒地反驳道，我不知道什么是阶级，只知道爱是平等的。他表明自己深爱着贝尔。说完这番话便转身离去。晚上安德雷和妻子聊起阿浩的事，本想嘲笑阿浩自不量力，妻子却说道，你年轻时不也这样吗？这话让安德雷愣住了。官场生涯磨平了他的棱角，但内心的火种还在。他真心的疼爱贝尔，他既不想让他难过，又不愿他下嫁给穷人。第二天，贝尔取消了和查理的婚约。查理的妈妈气疯了，再次拿他的肤色攻击他。然而贝尔有力的反击道，我的肤色并不是耻辱，你们的偏见才是最可耻的。安德雷看到这样的贝尔，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。他让画师把贝尔和安妮画成平等的样子，不再是一个跪着另一个站着。1个月后，安妮得知乔克娶了别人，才明白自己误会了贝尔。两人终于和好如初。贝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将一部分财产赠与安妮作为嫁妆。在那个嫁妆决定婚姻命运的时代，这一举动无疑给了安妮更多的底气，她终于也可以找自己爱的人。随着桑格号案件的审判如期到来，庭审现场，贝尔乔装打扮混进法庭。当时英国作为贸易大国，往往忽视黑人劳工的基本尊严。安德雷作为审判长，开始感受到自己能否继续坚持原则所面临的巨大压力。因为贝尔的存在，皇室质疑作为审判长的安德雷是否还能秉持公正原则。安德雷对于这一场审判陷入两难之中，皇室的质疑也在不断加剧。大家都明白那132名劳工的死因并非偶然，而是人为造成的。最著名的律师一口咬定劳工们因缺乏淡水而感染重病死亡。但面对正义证据的强力反击，安德雷终于站了出来，宣判劳工们死于人为水淹，而背后深藏的罪恶正是那个残酷的奴隶制度。并大声说出奴隶制度早该废除。庭下的贝尔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对未来的无限期盼。此时安德雷终于看清，只有阿浩是真心对待贝尔的人。无论过去如何，他不再反对他们的关系，甚至收下阿浩为徒。两个年轻人终于突破了一切阻碍，紧紧拥抱，共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黑与白的肤色之下，跳动着相同的赤诚之心；高与低的阶层之间，流淌着同样的人性血液。贝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黑暗不是皮肤的颜色，而是心灵的偏见；真正的高贵不是与生俱来的特权，而是在逆境中守护的尊严。